探索内在世界与外在现实的关联。每个人的人生都是一场旅程，充满了各种各样的经历和事件。有时候，我们会感到自己就像是这些事件的始作俑者，推动着它们的发生，塑造着自己的命运。然而，在这个过程中，我们也会发现，有些时候我们所获得的成就和满足，应该归功于自己的努力和决心，而在某些方面的不满意，则提醒着我们仍处于不断学习的过程中。人生中的满足和成就，往往源于我们努力的结果。当我们在某个领域取得了成功，获得了他人的赞赏和肯定时，我们会感到自己是这一切的始作俑者。这种自主性和主动性让我们感到自信和自豪，激励着我们继续前行，追求更高的目标和更大的成就。我们会意识到，我们所拥有的一切都是我们自己努力的结果，是我们不懈奋斗的成果。然而，人生也充满了挑战和困难，有时我们会在某些方面感到不满意或失败。这时，我们需要提醒自己，这些困难和挫折只是我们人生旅程中的一部分，是我们不断学习和成长的机会。我们不能让这些挑战阻碍我们前进，而应该将其视为一个学习的机会，从中汲取教训，成为更好的自己。因此，无论是成功还是失败，我们都应该将其视为人生的一部分，接受并从中学习。我们是自己命运的主宰，我们拥有塑造自己未来的力量。每一次的挑战都是一次成长的机会，每一次的成功都是一次肯定和满足。让我们珍惜这些经历，不断前行，迎接人生的挑战和机遇。对经验机制的了解。在人类的生活中，经验的机制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。我们往往习惯将我们的感受与具体事件联系在一起，认为我们的情绪和想法是对外部世界的反应。然而，这种观点只是对经验的表面理解，而真正的力量和本质则存在于我们的内心世界中。我们被教导将所有的注意力都集中在具体事件上，将其视为可靠的现实。但事实上，我们的思想、情感和信念才是构成我们经验的核心。这些内在世界的元素影响着我们对外界的感知和反应，塑造了我们的现实。以一个例子来说，当我们感到悲伤或失落时，我们往往会将这种情绪归因于某个具体的事件，比如失业、失恋或亲人的离世。然而，更深层次的理解是，这些事件只是我们内在感受的外在表现，而我们的情绪才是真正的主角。我们的内在世界引导着我们对外界事件的解读和回应，而这些事件只是我们情感和信念的反应。因此，我们需要从一个不同的角度来看待我们的经验，将焦点从外部事件转移到内在世界。我们的思想、情感和幻想代表着我们的主观实相，是我们经验的真正来源。这种视角改变了我们对现实的理解，使我们意识到我们自己就是我们经验的创造者。在这种了悟的过程中，我们发现自己是自己命运的主宰，我们的内在世界塑造着我们的外在现实。我们不再被动地对外部事件做出反应，而是开始意识到自己的创造力和责任。这种觉悟不仅改变了我们对世界的看法，也改变了我们对自己的定位和角色。因此，我们应该努力了解自己的内在世界，意识到我们的思想、情感和信念如何塑造我们的现实。只有通过意识到自己的创造力和影响力，我们才能够真正活出自己的生命，成为自己命运的主宰。在我们日常的生活中，我们经常忽略了自己内在世界的力量和影响。我们被社会文化所塑造，
认为我们的感受和想法只是对外部事件的反应，而忽略了这些内在世界的核心价值。然而，随着我们的觉醒和成长，我们开始意识到自己的创造力和责任。我们意识到，我们是自己生活的设计师，我们的思想、情感和信念塑造了我们的现实。这种觉醒是我们人类的一个重要的里程碑，它使我们能够更加自主地生活，更有意识地塑造自己的命运。我们需要从外部世界转移到内在世界，重新认识自己的内在力量。我们的思想和情感是我们经验的主导因素，我们的行动和经历是他们的外在表现。因此，我们需要学会控制和引导自己的内在世界，以实现更有意义和丰富的生活。同时，我们也需要意识到自己在整个宇宙中的角色和责任。我们的行动不仅影响着自己，还影响着整个世界。我们需要承担起对自己行为和经历的责任，意识到自己是整个宇宙的一部分，而不是孤立存在的个体。在这个觉醒的过程中，我们需要学习从外部世界转移到内在世界，重新认识自己的内在力量和价值。我们需要意识到自己是生活的设计师，并承担起对自己行为和经历的责任。只有这样，我们才能够实现更加丰富、有意义的生活，并为整个宇宙的进步和繁荣做出贡献。在赛斯萨的观点中，我们的内在世界是我们外在现实的源头和引导者。他提醒我们，我们的思想、情感和信念塑造了我们的经验，我们是自己生活的设计师。这种认识不仅让我们更加自主地生活，也让我们更加意识到自己在宇宙中的角色和责任。从赛斯的角度来看，我们是宇宙的一部分，我们的行动和经历影响着整个宇宙的运行和发展。因此，我们需要承担起对自己行为和经历的责任，意识到自己的力量和影响力。同时，我们也需要与宇宙共同合作，以实现更高层次的目标和意义。因此，从赛斯的观点来看，我们需要意识到自己内在世界的力量和价值，并将其与外在现实相结合，实现更加丰富、有意义的生活。这是我们作为人类的使命，也是我们对自己和宇宙的贡献。